大家好，前几集我说过，关注川普讲什么，比关注10个财经分析师还有用。但今天我要改口了，现在关注马斯克比关注川普更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就是人性，人一旦翻脸就容易说真话。想象一下，你今天被公司不讲情面的开除，嘴上说祝福彼此，心里却想把内部八卦全曝光。这些怨言往往比新闻报道还真实，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近期马斯克讲了什么。一旦他开始讲些不合群、接底牌的话，通常就不是单纯的意见，那很可能是真相的片段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玄子。前2集我有教大家如何做资产的布局，但是有朋友疑问我是根据什么来做判断，今天就顺便来跟大家做个说明，包括美国到底怎么靠一堆金融手段一路撑到现在还能当老大。下一集秉烛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人以渔这句话，小玄子会教大家如何判断哪些命币可以投资。接下来开这集内容，故事要从1971年说起。那年尼克森做了一件事，直接改写了全球经济的游戏规则。当时是金本位制度，也就是说每一张美元背后都应该有对应的黄金保证。结果越战开销爆炸，美国开始印钱补财政漏洞，其他国家开始怀疑，美国，你真的有那么多黄金吗？德国率先行动，跑去美国兑黄金。美国一看苗头不对，于是尼克森干脆宣布，美元不再兑换黄金，金本位制度正式终结。从此以后，美元就变成一种靠信任撑起来的货币。讲好听是信用货币，讲难听一点就是，只要你还信我，我就能继续印。美国靠这招撑了几十年，直到了2008年金融海啸来了，雷曼倒闭，华尔街崩溃，全球股市像喜上温暖一样暴跌。美国政府为了救市，又是狂印钞，又是量化宽松。这场危机让全世界看清楚了一件事，原来你们说的信用体系，就是一场印钞票的赌局。很多人从此对传统金融体系失去了信任，尤其是对那种印钱就自己全民买单的玩法感到极度愤怒和无力。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，一个神秘的角色出现了。2009年，一位名叫中本聪的人或团队，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发布了比特币的白皮书。比特币的概念是什么？一种不需要中央银行，没有人能操控的去中心化货币，用数学和演算法代替你对政府信用的信任。而且中本聪在创世区块里写了30了 On brink of second bailout for banks。中文是财政大臣准备再次救助银行，这是当时中本聪的抗议书，是对整个传统金融体系的控诉。然后比特币诞生了，时间点刚刚好。很多人觉得比特币是反体制的象征，但你要知道，一个完全去中心化，任何国家都无法控制的数位货币，这对美国来说其实是双面刃。一方面很酷很创新，另一方面却可能成为动摇美元霸权的定时炸弹。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改用比特币交易，美国还怎么当世界的老大？还怎么透过印钞、发债来操作全球金融秩序？所以，美国只敢把比特币定为资产，就是不让它流通。这就像你开了一间卖假票的电影公司，结果突然有人发明了真票，还能在全世界通用，不用授权，甚至还查不到来源。你说你紧不紧张？这也让我们想到那段关键历史，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。这边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当年那段经典的金融操作，或你也可以叫它美国的经济大魔术。当时全世界都相信美国，因为美国说，你们拿美元，我们就给你黄金。结果美国一边打越战一边狂印钞，印到别的国家开始紧张。你口袋真的还有黄金吗？大家开始抢着把手上的美元换成黄金。德国直接开干，我不要纸，我要金条，马上给我兑现。美国一看不对劲，干脆翻桌说，不换了，我们不玩了。这一番，整个金本位体系就此终结。这就是尼克森冲击。从那天起，美元就不是靠黄金撑场，而是靠信任在硬撑。而美国也正是把我说了算变成世界通用的金融逻辑。好，回到现在，你看美国现在国债多到连计算机都算不下来，债台高筑，信用也开始出现裂痕。这时候美国又得出招了，这次他们没用黄金，也没用印钞，而是准备推一个新时代的金融工具，就是稳定币。说白话点，它就是包装成加密货币的美元。看起来很潮很科技，但骨子里还是那张熟悉的绿纸，只是变成了数位档案。稳定币又快又方便，看起来去中心，但其实是半中心化的产物，人被监管可控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还是挂钩美元的。某种程度上，稳定币就像是美国用来对抗比特币威胁的防火墙，也是把纸钞美元进化成数位美元的过渡手段。接着我们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登场，川普。大家应该记得，川普前阵子推出了川普币，很多人觉得是笑话，但其实他就是在帮稳定币铺路。他现在整个人根本就是活招牌，一边发币，一边拉流量，要让大家习惯用数位资产交易。
也慢慢让人习惯把钱换成稳定币。而这整套系统的关键角色叫做 Tether Circle， 也就是发行 Stackkick 的公司。他们的逻辑超简单，你拿$1去换1颗 AST， 他们就用你这一块钱去买美国国债，等于你免费帮美国政府投资，还不用拿利息，还不能要求退货。这不是佛心，是金融版本的君子协议啊！但从美国的角度来看，这招太香了。他们用稳定币吸收全球资金，这些钱再变成美债资金时，美国不止不用担心美元外逃，反而还能用区块链吸更多钱进来，还不怕被别人挑战主导权。这不是超完美策略是什么？为了让这件事顺利进行，美国政府也开始推动所谓的天才法案 FIT， 表面说是保护投资人，打击诈骗，实际上是在帮稳定币铺合法化之路，让这套数位美元 2.0 计划跑得更稳、更快、更帅。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问，小玄子，那我们现在赶快进币圈布局吧，让未来的大把资金帮我们抬高币价。的确，之前有人说，未来比特币很可能会涨到50万，甚至100万一颗，这其实不是空穴来风，因为当旧资产的资金，像是退休基金、比特币 ETF 进到币圈后，他们不可能全部只换成稳定币，一定会去买进一些潜力币种，而比特币又有数位黄金之称，加上总量只有2100万颗，供给有限，需求变高，币价自然容易飙涨。但等等，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件事？现在整个币圈的法案、法规都还在制定中，换句话说，就是一堆空白支票。今天政策对你笑脸迎人，明天一出事，转头就能把你当替罪羊。说白了，如果哪天美债真的撑不住，爆雷了，美国政府完全有可能反手把锅甩给币圈，理由随便都能编得出来。市场波动剧烈，稳定币失控，加密资产扰乱金融秩序，这些剧本早就准备好了。当然这些也不一定会发生，就算会发生，也都是需要时间跟规模酝酿的。但小玄子还是要把里面的风险告诉大家，毕竟金融世界看的不是趋势，而是人性与权力的游戏。所以不要天真的以为币圈只是个旁观者，他可能是好不容易等到上台演出的机会，但有可能一上台才发现他是个立马被枪打死的临时演员。这就是为什么小玄子会把黄金的比例放最重，而不是加密货币放最重的原因。说真的，很多人现在还在炒币追风口，但没看出来整个游戏规则已经改版更新了。你还以为你在玩 Web3， 其实你是在帮美国升级美元霸权。而且我之前就讲过，川普比起那些财经分析师准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就是剧本的一部分，他做的每个举动不是偶然，是操作。最近马斯克跟川普闹翻，这更有趣了。我常说，人性是最好的情报来源。就像一个人如果被公司突然开除，第一时间最想干嘛？爆料，那爆出来的往往比记者写的还真。即便表面被官方澄清，我还是觉得，他讲的应该是真的。就像科技业也是一样，对外都说我们公司文化健康，准时下班，鼓励 work-life balance， 但里面员工压力大到快去看精神科的，也不是没有。说一套做另一套，这种戏你我都看多了。所以说，小玄子今天这集讲的，不是要你不要碰币圈，也不是否定比特币的价值，而是要你看懂这场局，不要变成局中的牺牲品。币圈当然还有机会，比特币也不是不能涨到50万，甚至100万。但你得知道，现在这个舞台，灯光很炫，观众很多，但导演、灯控、剧本几乎全被美元系统掌握。你可以上台，但上台前请先想清楚，你是主角还是背景板？你手上的资产是自由的，还是被引导着走？最后小玄子再送大家一句话，当制度开始学你、模仿你、接纳你，那可能不是认同你，而是准备收编你。从金本位到信用本位，再到现在的稳定币本位，这不只是货币的变化，而是权力的转移、规则的更新。未来的金融不会写在新闻里，而是藏在人性里。你看懂这点了，下一步怎么布局，相信你就会知道。我是小玄子，朋友们，我们下集见。